我在广州白云机场。我从 landing 到我过完海关，就是刚刚过了1个小时半，我现在真的要拿行李，终于要拿行李了。Never gotten this close, try taking it slow. Yeah, we don't talk about it. Use your body language. 现在我就是一个混乱的状态。我刚刚从白云机场搭地铁搭到高铁站，这个是广州南站，然后我等下就要坐高铁去珠海了。然后我刚刚才买了那个高铁票，因为我也不问我几点到，幸好我没有买啊，因为我预计的时间是比较早一点的，现在我迟了1点到，所以就从地铁站出来过后，我到一个地方啊，然后这地方又没有的 information counter， 我又不知道问谁哦。然后我终于找到一个人问了过后，他就讲要上3楼，3楼就是 like departure hall 这样子的地方。OK， 就这样子。然后我等下要去坐高铁了，我真是热到爆。刚才那地铁没有冷气了 ，OK， 它的冷气是一时有，一时没有，有时有风，有时没有风，我不懂为什么。这个就是他们高铁的 departure hall， 还有候车厅这样子，很大。然后很热，因为这个太阳这样子晒下来，超级热。你们看我的这个票啊，我真是不是很明白。你看它写候车是 A25， 然后3楼 B25 是什么意思哎？像我到底要去 A25 还是要去 B25哎？哈？后来问了才知道 A 和 B 是一样的，只是从不同侧下去月台。但我真的要讲一句，就是广州高铁站的月台是真的很臭，不能接受烟味的人根本完全无法呼吸那种。然后我下去的时候，我的车厢要走蛮远的，所以我一路上都走得很快，希望可以赶快到我的车厢，然后不用再吸收这个很臭的空气。Yo， 大家，我在我的珠海的酒店，我要在这里住3天，就是4天3夜啦。在 room tour 之前，我要介绍一下这间酒店。这间酒店叫悦见雅居，然后还是什么拱北口岸高铁站之类的，就是靠近高铁站里面，很靠近，然后走了大概来20分钟才走到这里。因为我很 blur， 不懂，就是我本来要搭滴滴的，我看好像很近这样，然后我就决定走路，然后我没有想到我带个行李，我超级后悔找到叫滴滴，可是我已经要到了，然后反正就这样子啊，我是蛮辛苦才找到这里的，因为它不是讲好像普通的酒店，你去一个酒店。然后那个酒店名字就大个摆在前面，不是的，这个酒店呢是在一个 building 里面，然后这个 building 有很多间酒店，然后这个酒店的前台在这个 building 的其中一间房间里面，就是讲我刚才去 check in 的时候呢，我是通过那个大堂哦，然后我上到我的那个酒店的前台在22楼，然后我以为是我的房间在22楼啊，没有的，他就给一张卡，我的房间在14楼，然后其实隔壁房哦。就不是我这间酒店的了，隔壁房是别间酒店的。然后呢，我就带大家来看一下我的房间。OK， 我不是很会拍这种介绍房间，但是你们就随便看一下啦哈。就是来 overall 的 look。我刚才坐在的是这个小沙发上，然后呢，这个是门口走进来就是我的行李，然后他有送水哦。很感谢，非常的感谢，我太需要了，太热了。然后这里有拖鞋，我已经拿出来了。然后这个是厕所，这个是免治马桶，这个是冲凉房。刚才我这边拉不开，原来是推的，呵呵。就这样小小一间啊，然后它的 rubber 掉掉了，你看，咚，好。让我们来试一下这个床。哎呦，哎，不错啊，可以啦，我觉得我接受，可以，我已经很累了。然后呢，他有给这个很棒的叫什么洗干一体机嘛，就是它可以烘干，然后也可以洗，就像我以前在美国的时候用的那个一样，就很棒。然后就可以洗衣服，然后来看看那个外面的景色，小心坠落。然后这边有那个江景。这是我的午餐，我叫了这个饭卷吧。如果你们好奇为什么我在 hotel 都不要脱帽子的话，是因为我的头发已经定型了，是一个塌的发型，所以我现在不可以脱帽子。很累哦，不想出门了。对啊，等一下。从科马加凤仪传到了。
晒啊！它不是焗嘞，它是很晒嘞，又晒又焗的那种，就是马来西亚的加强版。天哪，这够热哦！然后我现在刚乘坐了1块钱人民币的巴士，前往我现在要去的地方，叫北山大院。然后我觉得他们的市容什么的，目前为止我都觉得蛮不错的。我来买蜜雪，我太口渴太热了。从巴士下车的地方走到核心区需要大概8分钟左右。这里一半是百年古村，一半是潮流艺术区。走进各种店里，会看到各式各样有着广东文化风格的文创商品，超级有意思，超级可爱，好像醒狮啊、曱甴啊之类的，就是你想到广东的东西，你都可以在这里看到。超文艺，可是我感觉我自己又迷路了。这是网上推荐，如果来北山大院必来的其中一个地方——旧物仓。我感觉它像是时光杂货铺，它有复古的，也有新潮的商品，感觉每一个角落都很好拍。还认识了新朋友南堂。刚刚在那个游客中心盖了一些章，可是它有一些章呢是没有印了的。然后我本来要过去旁边看那个杨氏宗祠，但是也没有开。它是写每一天都开啦，然后开到5点半嘛，可是现在到没有5点半就没有开了，我也不懂。然后这个是它有写丰州一闭馆啊，我就理解哦。其他就是我也不懂，它到底是要开还是没有开，这样子。That's it。沿途也是看到很多这种外拍的，就是穿传统服饰、拍美美照片的小姐姐们。在这个文创区域，我遇到了一间叫巴萨的店，然后它是东南亚风味的。你知道我第一眼看到是什么食物吗？就是我的家乡的巴古德。可是它的巴古德好奇怪啊，它第一个是猪肝巴古德，第二个是泥猛，应该是鱼的啦，有2条鱼，然后有鲜虾巴古德跟猪杂巴古德，它们看起来都不像我吃的巴古德。来到一个叫猪笼入水的网红甜品店，环境装修蛮好看的，适合拍照也能盖章。我点了一个鸳鸯斑斓冻，还有一个古早味的鸡蛋仔。这个鸳鸯斑斓冻我个人觉得味道一般，倒下去的牛奶跟其他的料不是很融合的感觉，这倒是蛮好吃的。然后整体的环境是不错的，但是我个人不推荐我点的东西，然后你去点别的东西啦，推荐吃别的甜点。这是他们的地下道，就是好像过马路这样，没有天桥就走地下。出来了，就还不错，就是不像马来西亚这样很难过马路，因为它这个是大路来的，然后如果没有这个地下道的话，很难过啦。然后我是在那个甜品店坐蛮久了，因为我难得可以坐在这种地方。其实我平时在马来西亚是不会坐在甜品店这样久的，或者是咖啡店之类的，就是吃饱就走。早安大家，今天是我在珠海的第3天。虽然昨天我在澳门啦，但是我已经在珠海住了，今天是第3天，然后明天就会退房去广州了。然后今天我要去的是珠海博物馆，我坐了1个小时的公交车过来，就这个地方离我住的地方算是比较远。然后
虽然可以搭车啦，但是我还是想要坐1块钱的公交。我走到啦，我不懂这是哪个 building 来的，让我来看看地图。哦，这就是珠海博物馆，然后它的 entrance 在珠海博物馆入口门在前面。OK， 哦，入口处。他们建议从3层开始，所以我就来第3楼先。然后这里是讲这里的历史了。哇，好久没有逛博物馆的感觉。这边有一个叫宝镜湾岩画，就是在宝镜湾这个地方发现了有人在岩石上雕刻画画的遗迹，这样子。我觉得蛮神奇的是，以前的艺术家他们没有纸画，是不是？然后他们就想要画画，他们就在石头雕刻，然后就给现在人找出来放博物馆里面了。应该是这些吧，看起来有点隔离，我不懂为什么，就有一种密集恐惧症的感觉。这个部分是在讲珠海的通史，就是他们在公元前6000多年以前就已经发现了人类存在的痕迹，然后现在讲就是他们是怎样准备食物啊，取得一些资源等等之类的东西。来学英文 ，estuaries 的意思是河口，就是咸淡水交汇的地方。这是元代和宋代两方交战的那个军船的那个场面，个奇奇耶。然后这边是介绍这些重要的将领，然后有一些人是有 profile picture， 有些人是没有的。然后后面是他们的故事咯。现在看到是一户水上人家，叫做蛋明，但是这样子写的，蛋明就是住在水上的意思啊。然后以前他们在新中国成立之前，他们是不被允许上岸生活，他们的家就是这样小小一个船上，然后他们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比如讲嫁娶，然后生产、交通往来等等，他们都是在船上完成的这些东西。然后在新中国成立之后，他们就被允许上岸，然后被归为汉族这样子。这也是讲 gangs on the sea， 就是 like pirates alliances。你看这边有红旗帮、黑旗帮，就很像那种戏里面会出现这样子的正义跟他的老婆叫正义嫂。这边还有蓝旗帮、绿旗帮、黄旗帮 ，really 就是这样的名字吗？这里有一个叫海盗世界的东西，可是我也不懂他们有没有遵守，它看起来是非常严格、严以律己的东西。你看，他又不能偷自己人的东西，不可以赌博，8点就要睡觉了，然后武器一定要洗干净，也不可以临阵脱逃，不可以自己打架。哇、wow, ，kind of 自律的哦。接下来这部分是关于150年前赴美留学的那群人的故事。晚清时代，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推动了这项创举。从1872年到1875年，120名幼童从上海集合出发，前往美国的高校学习，里面有1/3都是珠海人。这些孩子被分散到美国的家庭中，克服语言障碍，考入了 Harvard、Yale、MIT 这样的很顶尖的学府。他们剪掉辫子，穿上西装，融入了当地的生活。但就在他们即将学成之时，却因为中国国内的守旧势力反对，他们被强行提前召回。回国之后，他们就用他们在国外的所学所得为国家提供帮助。他们算是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。从珠海到美国，再回到当时贫弱的中国，我觉得这段故事充满了勇气、开放，还有难免的牺牲，当然还有遗憾。这是一个很 sad 的、没有结果的爱情故事。因为这个男的是中国人的留学生，然后他跟那个美国的女生，他们在1881年的时候，因为中国要召回这些留学生，所以他们就要分开了。Then 这个薛有福他在一个马尾海战里面就死掉了，然后就
还有一个我蛮喜欢的部分是博物馆2层的传统艺文民俗文化展览。走到这里，我从宏大的历史叙事回到了更贴近现代的生活现场，有我们熟悉的醒狮舞龙，还有只在荧幕中看到过的广府曲艺。我们能在这里看到珠海的人民是如何向海而生，听粤剧余音绕梁。无论是婚丧嫁娶、饮食起居，我作为一个外国人，我也能想象得到当地人民认真生活的模样。哦，这个是我在休息的时候打卡 LinkedIn 的每日小游戏。我现在在日月贝，我刚刚一直没有在拍影片，因为我这个没有电了，我拿去 charge， 然后我就忘记了，一直逛。这个就是珠海大剧院日月贝，这里有一个叫海运城的商业街，然后很多手信可以买，都是很贵的。我想要拍照，我要拿脚架出来。OK， 现在我已经回到我的酒店了，已经很迟了，也没有很迟了，但是挺迟了。所以我刚才呢没有拍到的东西，就是去日月贝，然后我在那里拍了照，然后我就去爱情邮局，然后那边有一个珠海的墙可以打卡，那边有一个灯塔。讲到这个灯塔，搞笑，那个灯塔有很多人在拍照嘛，然后就有很多那种景区摄影师啊，那边还有写一个标语讲不要去找私人摄影师拍照之类的。他们一直讲美女要拍照吗？就是不是跟我讲啊，他跟那些穿着漂亮的女生讲。我在想，如果他们来 approach 我的话，我要怎样回应他们呢？哦，我没有这种烦恼，因为没有人会来 approach 我，我真是啊，他们只会找美女而已。我真是笑死了，然后我就默默的掏出我的脚架，自己在那边拍照。哦，幸好我有去这个爱情邮局，因为我买了milk跟面包。我在珠海嘞，我也是觉得蛮 peace 的 ，for 我啦。我的 hotel 还有各种客服都非常 nice， 然后连下面的保安，我找不到我的包裹，也在那边帮我找。OK， 我其实好像没体验到什么东西吧。我去了游客会去的地方 tourist spot 咯。然后今天的话呢，我去了珠海博物馆，我觉得博物馆就是我很喜欢的地方来的啦。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地方从很久以前的时候是怎样发现有人在这边，然后他们怎样维持生活，然后怎样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。然后中间还有那个海盗的部分啊，我也是蛮喜欢的，还有那个盐场的部分我也是蛮喜欢的，就是讲当地的故事这样子，我就觉得很好。然后还有一个是赴美、去赴英、日本等等这些国家留学，去为了学会一些技能回来报效国家，这样的那个故事，我觉得那个区域我是看得蛮开心的。但是今天我有一个很小的莫名其妙的体验，就是我在巴士上，珠海的巴士它都是1块钱，你每一上一个巴士就是1块钱。然后我在那个车呢坐住了，因为我坐了很久那个车，我坐了1个小时。然后我要下车的时候呢，在那之前经过了拱北口岸那个站，所以很多人上车，就全车都是挤满满的。然后我要下车的话，我就要穿过一些人去到那个门口。我去到那个门口的时候，还有另外一个uncle他也是要下车的，然后他就讲要落，就是还要下车啊。然后我也是要下车，他讲了，我今天不用讲了吗？我也是讲借过这样子啊，让一下。然后没有人要让的，你懂吗？你就是挤让，没有让的。那个男生哦，他就看了我一眼，他就继续玩他的电话。我不明白为什么，他就站在那个门口，他就继续玩他的电话。然后那个司机这样关门了，你懂吗？明明就是有一个安哥这边喊他要下车了，因为他没有很大声的喊，他就讲啊，他用讲的要了，他通知身边的其他人要让给他过。然后那 bus 就关门了，然后那司机来不管你们，然后就关门了。我差一点要吓死，你懂吗？因为如果要走的话，要走很久很累，我的脚很痛了。对，然后就全部人这边很摇落，真是搞笑。我真是不能理解，你明明就看到有人下车，你不可以让一下，你让我下车咩？我这样瘦没有很瘦，但是你让一条缝我就可以出去了，我不能理解。我真的不能理解，哇！我真的刚刚耿耿于怀，我就想你真的是瞎了，妹，你看了我一眼呢，什么意思呢？很生气。
我不是批评谁不好，因为我之前上车都没有这个经验嘛，就是没有被人家堵住去路的那种经验，所以我觉得我不满意哦。他也没有对我做什么，反正就是不要让我下车，我就觉得莫名其妙吧，因为我真的是很累了，有点情绪 ，OK，otherwise 我觉得珠海也是蛮干净的，老实讲，在我去过的地方我都觉得很干净，然后从拱北口岸珠海到澳门或澳门回来珠海，我都觉得很顺利。因为是 weekday， 所以人很少，所以很 OK。就是这样子啊。Oh my god， 我讲4分钟。